上回书说到，湘北对战海南的战斗中，天赋异禀的樱木很快被海南教练高头注意到。为了针对樱木，高头特意派出了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的新人公益对付樱木。樱木吃了很大的亏，流川枫与赤木充满斗志，带领湘北奋起直追。可是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就在湘北逐渐找回状态时，赤木因为脚伤退场，湘北陷入危机之中。海南中锋高沙拿球强突，樱木立誓要代替赤木死守篮下，拼了命的去阻挡高沙。高沙绕过樱木上篮，眼看这球要进，流川枫一个箭步从樱木后方飞起，给了高沙一个盖帽。别一个人逞能了，阿西教练满意的点点头，这正是他期待的画面。接下来是篮板球之争，海南四个壮汉挤在篮下，不给樱木一点机会。阿木拿到球，樱木大嚷着扑上去，阿木娴熟的晃开樱木，将球打进内线。高沙拿球就投，流川枫又给了他一个封盖，高沙自抢。宫城找到机会后，迅速将球掏出。青田终于找到了机会，抢到球，直接起跳扣篮。看我的厉害，湘北！樱木非常勇猛地跳起来阻拦，一边跳一边发出大蜥蜴一样的吼叫声：“我是篮下的金刚弟弟！”樱木出手给了青田一个盖火锅，气得青田汗都下来了。樱木挡在篮下，双臂展开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。海南再次出手投篮。樱木突然想起赤木对自己说过最多的那句话：能够控制篮板球的人就能够控制比赛。这一刻，樱木突然大猩猩附体，一个人卡两个人的位置，将海南青田和高沙死死挡在身后。却被弹回来的一刻，樱木高高跃起，将球一巴掌给揽了下来，死死抱在胸前。因为大猩猩队长曾说过，拿到球后一定要双手抱死，要用死都不肯松手的气势吓到对方。请叫我樱木刚宪。樱木完美控球落地，四眼哥上来送给樱木热烈的掌声，干得好啊樱木！不过填补赤木的空位就行了，没必要声音都学，不需要发出猩猩的叫声。樱木大概计算了一下自己掌握的技能，基础运球、传球、树名上篮、篮板球，这就是自己手上持有的武器。当然还有最牛逼的一项，那就是大灌篮，必须要在海南头上来个暴扣。与此同时，陵南队伍里的比赛宣告结束，陵南以117比64的分数完爆五里，队长鱼柱得分35分，篮板球14个，4个盖帽。鱼柱留下这场可怕的战绩，酷酷立场，深藏功与名。然而陵南黄牌仙道在这场比赛中并没有发挥全部实力，陵南先湘北一步，无可争议是今年具备冠军相的球队之一。湘北的苦战还在继续，目前比分45比34，海南依然领先湘北。三井被严密防守，完全没有机会像翔阳战士一样发挥全力。控球后卫工程被海南老大哥阿木全力防守，被压得抬不起头。照这种情况下去，形势会渐渐对海南有利。不过流川枫等人也不是吃素的，在应该侧重防守的情况下，流川枫果断出手，争得2分。湘北一点没让海南占到优势，正一点点追击。樱木守在篮下，沉喝一声：“1分都不准丢掉！”在大猩猩回到球场前，由我这个天才来死守。宫城疲惫地看着樱木，你还真会说大话，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你了。海南展开反攻，青田拿球假动的晃掉樱木，来到篮下准备直接出手，流川枫跳过去一把将球扇了下来。青田这小子都快被流川枫冒出心理阴影了。湘北逮住机会迅速反攻，海南回防的速度快如闪电。湘北转到篮下的时候，海南的防守线已经拉开了，三井累得气喘吁吁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：回防这么快，这帮家伙是人吗？湘北的快攻再次失败，海南在进攻和防守之间切换的速度快得惊人，每个人都很能跑，而且每个人都没有多余的动作。女记者断言，流川枫独断独行的打球风格只会与海南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很快，流川枫就狠狠打了女记者一巴掌，找到机会从宫城那里要到球，晃开青田后迅速攻入篮下跳投，连海南的高头教练都惊了。流川枫实在是个天才，而这才只是流川枫个人秀的开始。轮到海南发球，流川枫直接截断，然后一个后仰跳投，再次拿到2分。在所有人都在顾及海南的强大，头疼如何做好防守的时候，流川枫的想法只有一个，将比分追回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，全场都在为流川枫喝彩。樱木和青田两人气得咬牙切齿，看着流川枫潇洒的背影，两人的肺子都要气炸了。流川枫凭借着一己之力将比分拉到40比47。此时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仅剩1分钟，流川枫已经到了，只要拿到球，全场的男人女人们都开始扯着嗓子欢呼。峰哥也不愧对这些球迷，闪现加疾跑，轻松摆脱青田。高头教练慌了，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高沙，阻止流川枫上篮！”高沙立即扑了过去，流川枫滞留于半空中，使出拉杆绝技，简简单单将球抛进。高头教练傻了，就连同队的三井和宫城都傻了。以前只知道这家伙很强，是一年级中最强的，没想到强的好像他妈开了挂一样。不怪这小子平时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又非常臭屁，确实有两下子，居然能追着海南打。樱木看着风头正盛的流川枫，眼红的要死，这小子今天是不是嗑药了？有一种野性大爆发的奇妙感觉。
在刘传峰当着蜻蜓的面投进一个3分球之后，高头教练终于坐不住了，紧急叫了暂停。此时比分45-47，狂虐无理得胜归来的陵南看到这个比分都愣了。湘北确实挺能干的，居然能把海南咬得这么死。最主要的是队长赤木居然不在。台下高头教练一改平时泰然自若的贤者模样，忍不住发表失态，大骂队员是草包。这么多人居然被刘传峰耍得团团转，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的新生，搞毛线呀！海南猴哥青田被刘传峰打得心态崩溃，终于给打服了，低声说道：“他可不是一般的新人，他可是刘传峰啊！”比赛开始，海南阿木一上来就切了一个，将双方比分再次拉开，双方差了4分。以海南的脾气，是绝对不会允许湘北在最后20多米的时间里再次进球的。攻城控球，海南派出2人拥上去防守，攻城将球甩给木木，木木也被看得很死。看样子，海南不仅要阻止湘北得分，还想在最后几秒钟再进一球，将比分拉到最大。木木传球给三井，海南出手中途截下，好在樱木飞起来将球抢到手里，一抬头面前已经围了3个彪形大汉，樱木既无法行动也无法传球，搞得很烦躁。裁判拿起哨子准备吹樱木10秒，樱木急了，干他丫的！真想一人一个大逼兜直接摆平。为什么篮球不能参考冰球规则，可以随便干架？就在樱木要崩溃动手的时候，眼角瞥见一个人影驾着气彩祥云向他奔来，樱木心头一动，我靠，这是谁？为何如此耀眼？待看清刘传峰的脸时，樱木虽然很不情愿，但他再也不是那个意气用事的新手了。双手用力，篮球即刻脱手，全场观众疯狂尖叫。高头教练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阿木已经站在篮下蓄势待发，刘传峰丝毫不虚，他的想法只有一个，我要赢。”阿木眉头一皱，来吧，刘传峰！二人同时起跳，阿木看准刘传峰的出手后，伸出巨大手掌，这一掌下去，必须连人带球都给他盖下去。危急时刻，刘传峰突然在空中将球收回，接着再次拉开身体，单手灌篮，全场为之震惊，就连天才仙道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刚刚刘传峰跳起了足足有1米高，这个折叠扣篮根本不是一个高中生能做到了，就算拿到 NBA 也能在扣篮大赛里排上号了吧？能做出这种动作的高中生只有刘传峰。高头教练要疯了，怒喊一声：“最后5秒了，给我进一个！”海南发球，刘传峰从青田手中将球断下，一个近距离投篮，再次拿到2分。高头教练的眼珠子都要飞出去了，开挂呀！裁判，我要举报这个人开挂！上半场结束，因为刘传峰的疯狂输出，让湘北在上半场最后几秒钟里狂砍足足9分，拉平了与海南的分数。这时，海南最不想见到的人赤木出现了，樱木屁颠的跑过去自爆战功，因为我樱木的高能爆发把比分追平了。赤木冷漠地说道：“你算哪个柱子？起开！”三井关切地问道：“下半场能上吗？”赤木霸气回应：“交给我。”刘传峰在上半场光一个人就卷了25分，伤害惊人。高头教练大骂海南队员。青田虽然被刘传峰打得心服口服，但他不想就此放弃，主动提出下半场自己专门盯守刘传峰，一定要把他给封死。高头教练充满怀疑：“你能做得到？”青田自信满满：“能。”阿木轻轻摁在青田的头上：“如果做不到，就把你换下来。”决胜局来了，海南换上了神射手阿神，派出了最强阵容。湘北这边，赤木换下木木，湘北五虎重聚。赤木非常严肃地说道：“听好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确信过，我们是最强的。”湘北五虎登场，全场哗然。赤木回来了，加上牛逼 plus 刘传峰，看来湘北打赢海南的几率非常大。只有才子一眼就看出了赤木的窘迫，还没开始，赤木就已经满头大汗，证明受伤的脚非常疼。他现在连走路都很艰难，更别说奔跑和跳跃。这样的身体状况怎么能打球呢？安西教练突然开口：“才子，当我认为赤木的脚不能打球时，我会马上将他换下场。”赤木的窘迫，樱木早已看在眼中。双方准备跳球的时候，樱木站了出来，挤在赤木的前面。大家一愣，樱木说道：“换我来跳球吧。”大猩猩上半场负伤离开，这工作对他来说负担太重了，就交给我这个天才跳跃手樱木来做吧。高沙一脸鄙视：“瞧不起我是吧？”裁判将球抛起，高沙与樱木同时咆哮着起跳。果然，樱木的弹跳很有优势，率先为己方争取了进攻机会。刘传峰拿到球后直接上篮，没想到青田从一边飞出来，给了刘传峰一个拍苍蝇。篮下大佬们开始争夺篮板球，本以为樱木或者高沙稳拿，没想到赤木怒火着跳出来，不仅拿到篮板球，还补了一篮，拿到下半场的第一个2分。这个男人太猛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带伤出战。海南高沙拿球，赤木立即上前防守，高头教练大喊一声：“高沙，给我干他！他可是受伤的人。”高沙一抬头，看到赤木一脸凶神恶煞相，心里一虚，赶紧脱手传球给了阿木。阿木找到机会，立即出手投篮。赤木从他身后跳起来，直接盖了下来。阿木认真了，我从来没有如此尊重过对手，就让我用全力打败你们。这时心理压力最大的就是宫城，因为身高吃亏，宫城上半场被阿木防的几乎耗尽体力，而阿木还没有使出全力。这时候突然发威，果然可怕。
诡异迅捷的步伐连眼睛都跟不上了。阿木穿过了工程，接着在赤木面前起身跳投，赤木飞起来就是一个盖火锅，手掌与篮球直接的碰撞，发出很大的响声。然而阿木出手之后，球还是稳稳的进了，可想而知阿木这一投用了多大的力气，穿过了速度最快的工程，对抗了力量最大的赤木，而且还能投篮得分。阿木的球技不愧对于其 No.1 的地位，因为赤木阻挡犯规，阿木加罚一球，海南以52-51的优势领先。这之后，阿木就像是乘上了过山车一般，进球的步伐根本停不下来。眼看比分越来越大，湘北只好派出流川枫和樱木同时阻拦阿木，但他们又忽略了另一个王者级别的人物阿神。阿木被阻拦后微微一笑，我就知道你们要来这一手，手中的篮球一甩，将球传给阿神。阿神起身就是一个3分，球非常流畅的进了。内线有阿木，外线有阿神，有了这两个人做搭档，海南简直所向披靡。流川枫拼命追回的分数被海南轻易的给夺了回去，高头教练又得意了。三井的确有才能，但是想要投好球，必须不断的练习才可以。阿神每天至少投篮500次，海南比任何一所学校练习的都要多。能够获得出场资格的球员，都是费尽千辛万苦，付出无数心血代价的。我们没有天才，但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最强的。就在海南准备乘胜追击，一举拿下湘北时，安西教练叫了暂停。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，安西教练有了新的部署，他告诉众人准备一决胜负。